嘿，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啊？就是皮肤又红又痒，去看医生，结果医生可能很快看一看就说啊，这个是湿疹啊，或者就只是有点干而已，嗯，然后就开了药膏给你。可是好像下次感觉又差不多哎，对，很多人会有这种感觉。心里就会觉得有点卡卡的，对不对？好像知道，又好像不太清楚到底问题是啥，有点茫然。我们看到的资料里面，那个大道至简就有提到这种彷徨感。没错，所以今天呢、我们就想来好好聊一下，为什么光是说湿疹这两个字，可能真的不太够。对，然后要怎么用更科学，或者说更像是有图有正向的方式，来真正搞懂你的皮肤。嗯，我们会参考你提供的几份资料，来看看，要怎么走出这个模糊地带。好啊，好，那我们先来拆解一下好了，为什么湿疹这个词会这么容易让人雾煞煞？嗯，想象一下哦，如果警察到一个案发现场，看到有人倒在那边，结果只丢一句“这个人死了”，然后完全不去查说他是怎么死的，这怎么行？对啊，你会不会觉得啊，这样就没了？我看有份资料叫“医师，我得到湿疹”，里面的比喻就超传神的。对，这个比喻真的点出一个核心问题，就是湿疹 eczema 这个词，其实在医学上很多时候就直接等于皮肤炎 dermatitis，哦，所以湿疹就是皮肤炎的意思。基本上可以这样理解。就像那个维基百科啊，还有另外一份湿疹诊断与病因探讨提到的，它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描述。笼统，对，就是泛指皮肤出现，比方说发红啊、肿胀、会痒、干干的等等这些症状，它只是描述了你看到的现象，可是它完全没有解释说为什么会这样子。所以说我只听到医生说湿疹，其实根本不知道，诶，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？正是如此，这个就是有趣而且很关键的地方。如果你不找出真正的原因，那就像是不知道敌人的底细，你就上战场了。嗯，皮肤发炎的原因哦，其实五花八门。那个湿疹诊断与病因探讨里面就有分类嘛，可能是你碰到什么东西过敏了，那就变成接触性皮肤炎，哦，也可能是跟你的体质有关，像是那个异位性皮肤炎，这个常听到。对，还有可能是脂漏性皮肤炎啦、汗疱疹啦等等一大堆。所以如果没搞清楚到底是哪一种，那个治疗可能就只是治标，很难治本。啊，我懂了，就像那个医师我得到湿疹里面举的例子嘛。如果其实你是对那个发胶过敏，对，但医生只跟你说啊这是湿疹，你可能回家就继续用啊，没错，那皮肤当然就一直反反复复嘛。那个药膏擦再多，也只是暂时把它压下去而已嘛。完全正确。这个就带出了，传统看诊方式它可能遇到的限制。甚至对，很多时候医生是用肉眼去判断嘛，但这个难免会比较主观一点。也是而且就像大道至简那份资料特别强调的，人的记忆，它是会模糊的嘛。的确。医生其实很难非常精确的记得，你上个月皮肤红肿的那个确切范围，还有那些细微的纹路变化。好像是当然啦，还有一个方法是切一小块皮肤下来送去化验，那个叫病理活检，哦，这个听起来有点可怕。这个很准确，对。但是它毕竟是有侵入性的嘛，你不可能每次复诊都切一块来追踪吧？对啊，不可能，听起来确实有困难。那怎么办？难道就只能一直这样模糊下去吗？这就是科技进步好玩的地方了。现在啊，有一个很棒的工具可以补足这个缺憾，就是所谓的肌肤监测。肌肤监测。对，这个在大道至简里面有蛮详细的讨论。简单来说，医生会用一个像超强放大镜的东西，叫做皮肤镜 （dermatoscope）。皮肤镜对，把你的皮肤放大几十倍，比如说50倍来看，放到50倍，哇塞，那可以看到什么平常根本看不到的东西吗？可多了。不只是看到脱皮或红肿那么简单哦，而是能够看到，比方说皮肤底下那些微血管它长什么样子，排列的方式是怎样，毛孔周围，有没有在发炎？皮肤的纹路是粗的还是细的？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色素沉淀的模式？哇，这些细节
往往就是区分不同皮肤炎类型的关键线索。用肉眼看其实很容易忽略掉的，但最重要的还不只是看清楚而已哦。还有更重要的部分，对，是影像记录。影像记录，拍照吗？对，用皮肤镜看到的画面，可以拍照或者录影，把它存档起来。啊哈，这样一来，这次看诊拍的照片跟上次的照片拿出来一比对，皮肤那些细微的变化是进步了，还是恶化了？哪个区域改善比较多？哪个地方好像没什么反应？全部都一清二楚。这个就是客观的证据。我懂了，这就像那个大道至简里面提到的那个牙医的比喻嘛。没错。牙医不是只用眼睛看一看就说蛀牙了补起来，对不对？对，他会拍那个 X 光片，甚至用显微镜。对，显微镜仔细评估说，蛀了多深啊，范围多广啊，才能决定要怎么处理最恰当，对吧？你完全抓到重点了。所以皮肤也需要这种眼见为凭的证据啊。就是这个意思，这种有图有真相的追踪方式，才能够真正客观的去判断说，现在这个治疗方式到底对不对？是不是真的让皮肤往好的方向走，而不是单纯凭感觉或是模糊的记忆，这才能算是真正科学的态度了。哇，这样听下来，有了这么精确的诊断，还有影像可以追踪，那对于后续的处理方式肯定影响很大吧？当然，不再是随便擦个药膏就好。当然咯，清楚的诊断是选择正确处理方式的前提。举例来说，那个受损皮肤的适度锁水与屏障修复这份资料，就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哦。什么观点？就是很多人以为皮肤干痒受损了，就用最油的、封闭性最强的凡士林，把它整个盖住就对了。对啊，好像常听到这样说。但有时候这样反而像是把问题闷在里面。闷住？对，特别是当皮肤屏障已经受损的时候，它需要的可能不是那种强力封锁，而是能够主动帮助它修复的成分。主动修复？像是什么东西啊？比如说，现在很红的那个神经酰胺 ceramides。神经酰胺。对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，皮肤细胞跟细胞之间的那个水泥。水泥？对，当这些水泥流失了，皮肤屏障就会像那个墙壁破了洞一样，水分很容易跑掉，外面的刺激物也很容易跑进来。原来。这时候补充神经酰胺，就像是帮墙壁把水泥补上去，是从根本去强化那个防御力。了解。而且保湿也要适度，不能完全封死，要让皮肤能够呼吸、正常代谢。所以你看，到底该用凡士林加强封闭，还是要用神经酰胺帮助修复，或者甚至需要抗发炎的药物，这些都得根据皮肤镜下面看到的那个真实状况来判断。原来如此。这样我真的搞懂了。所以下次如果我们去看皮肤问题，医生很快就说这是湿疹，我们可以不用害怕。试着像那个不要再说湿疹了那篇文章建议的，可以温柔的、有礼貌的问一下医生，请问一下，从您专业的判断来看，这比较可能是哪一种类型的皮肤炎引起的呢？对，问清楚一点。对啊，追求一个更清楚、有科学证据支持，特别是如果能用影像记录来追踪的诊断，才能够让你跟医生站在同一阵线。没错。真正掌握自己的皮肤状况，然后找到最适合你的那种个人化的解方。这其实也带来一个蛮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。是什么？就是说，当我们像你这样的学习者越来越了解这些，也开始主动去寻求更精确、有科学证据支持的诊断的时候，这会怎么样改变我们看待还有处理自己皮肤健康的方式呢？或许这不只可以帮助我们摆脱那些模糊不清的标签啦，更可能促使我们成为自己健康更积极也更知情的一个管理者。